电磁炮概念最早是由挪威奥斯陆大学物理学教授克里斯蒂安·伯克兰在1845年提出来的。伯克兰还在1901年制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电磁线圈炮，能够把0.5公斤重的物体加速到50米每秒。2年后，他又制成的第二个线圈炮，可以把10公斤重的物体加速到了100米每秒的速度。这一成就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也让世界看到了电磁技术的军事应用前景。1920年，电磁轨道炮终于由法国人维勒鲁伯发明了出来。它由2条平行的长直导轨组成，导轨间放置的弹丸相当于一个滑块。当2个导轨接入电源时，强大的电流从一侧导轨流入，经滑块从另一侧导轨流回来时，在2导轨平面间就会产生强磁场。在磁力的作用下，弹丸就会以很大的速度射出。由于电磁轨道炮结构简单，易于实现，所以成为了电磁炮发展的重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苏俄、英国、法国、中国、日本等国相继建立了实验室，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进行研究，使电磁轨道炮技术取得了长足发展。其中，美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980年，美国西屋公司为星球大战计划建造的试验型电磁轨道炮，把300克的弹丸加速到了5000米每秒。美国后来又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使电磁炮技术研究进入了工程应用研究阶段。于是，美国海军在2005年8月开始正式立项研制电磁轨道炮和超高速炮弹。参与研发的承包商为美国通用原子公司与英国 BAE 系统公司。不过，他们在电磁轨道炮的研制方面并不顺利。直到2017年，由 BAE 系统公司负责研制的32兆瓦样炮，才在弗吉尼亚州的美国海军水面作战中心达尔格伦分部完成首次射击。通用原子公司的电磁轨道炮进度更慢，在2018年才在犹他州的靶场测试10兆瓦的样炮，而且测试的结果都不理想。比如 BAE 系统公司的32兆瓦样炮射击目标是将约16公斤的弹丸加速至2000米每秒进行发射，射速为10发每分钟，炮管的寿命则为1000发。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则表示，如果要达到每分钟发射10发，持续的电力消耗将会达到惊人的20兆瓦每分钟，相当于1分钟用掉2万度家用电。而且炮管平均寿命只有100发，2次发射之间的储能充电最快只能达到12秒，大约每分钟发射5枚炮弹。不仅消耗量大，效果也远不如预期指标。因此，美国海军想让电磁轨道炮上舰的设想一直没能实现。而日本研制的电磁轨道炮，如果是在陆地部署，电量供应就基本不存在问题。从设计参数来看，日本的电磁轨道炮设计射程200千米，弹丸质量10公斤，射速为10发每分，最大飞行速度约为2000米每秒。那这一速度理论上是能够拦截高超音速飞行器的，能够连续快速发射，也提升了拦截几率。不过，相信日本在这方面的研制也还有很多技术瓶颈没有解决，何时能够投入实战不得而知。如今，日美已经签署军备研发协议，在对抗高超音速威胁等方面进行合作，不排除美国会给日本提供技术支持。